的灵魂就是马铃薯，你可能觉得它很普通，不是炖咖喱就是炸薯条，但是我的眼里它是植物界的变形金刚。我们要利用马铃薯天然的淀粉的特性，去模拟深海鱼肉的那种细致纤维，再利用板豆腐的植物蛋白去创造出那一种软嫩多汁的口感，最后用一张薄薄的海苔赋予它来自海洋的鲜味灵魂。这不仅仅是一道菜，这是一场发生在舌尖上视觉与味觉的欺骗。这里有个关键知识点，大家笔记本拿出来，马铃薯分很多种，做这道菜请一定要买粉质马铃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辣子马铃薯那种煮汤不容易烂的，做出来会太 Q， 会像橡皮擦。我们要的是粉质的，蒸熟后会松松的口感。这种混入豆腐后，才能模仿鱼肉那种一咬就化开的细致口感。今天的分量是一颗大的马铃薯，大约250克。马铃薯放入盘中，来拿去蒸。外锅放一杯水，马铃薯放进来蒸。再来是它的搭档板豆腐，分量是马铃薯的1半，大约100克就可以。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加豆腐，全用马铃薯不可以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如果只用马铃薯，那就是薯饼了。加了豆腐，它就有了植物蛋白的弹性，那个口感层次就出来了。但是豆腐最大的敌人就是水，所以你们看，我这个豆腐已经是擦干了状态，所以要用厨房卫生纸把水分擦干。这一步不做的话，你的鱼排下锅就会被炸开，变成鱼香豆腐脑，那就不帅了。接下来今天的黑科技核心就是这个寿司海苔，这张薄薄的一张纸就是我们的鱼皮了。在日本料理中，海苔代表了海水的鲜味乌拉米。我们把它贴在素鱼排上，煎过之后，它的焦香会让你的大脑产生错觉，觉得这就是海鲜。记得买无调味、韧性好一点的寿司海苔，不要买那种一碰就碎的韩式海苔哦。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平常吃的素鱼最怕吃到什么样的口感？是像橡皮擦一样咬不断的，还是粉粉糊糊的？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我看我有没有办法破解。马铃薯蒸熟了，给它压烂。这里有一个小撇步，就是不要用果汁机打，手工压成泥，保留一点小颗粒的口感，这样子的口感会更像真实的鱼肉纤维。如果打得太细，会变成胶水，那就不好吃了。像现在这样子，加入豆腐，把豆腐压烂，半茶匙盐，1/4茶匙白胡椒粉。把它压烂拌匀，已经拌匀，给它融合一起了。你可以看它的粘度，决定要不要加地瓜粉。如果是太粘手的话，太湿，就可以加一点玉米粉。如果很干的话，就不需要了。基本上不会是干的，因为豆腐会有水分。加大约1汤匙的地瓜粉进来，再给它拌匀。现在已经拌匀了，放在旁边备用。现在拿出一张海苔，剪成你想要的大小。我喜欢剪成长方形，有点像鳗鱼饭那种感觉。我们把这个泥铺上去，厚度大约1.5公分，太薄会没有口感，太厚中间会煎不熟。注意看我的手哦，我们要用刀背在白色的薯泥表面轻轻划几刀，做出好像鱼的纹理。倒入油，油量比平常炒菜多一点。热锅冷油，先把素鱼放进来，
很多人会问，要先煎哪一面？这是个哲学问题。我的建议是先煎鱼肉面，白色的那一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海苔很容易焦。如果先煎海苔的话，等到你翻面煎下面白色的部分的时候，海苔可能就已经变成碳了。现在我们就给它一点时间，让它产生梅纳反应。你可以稍微的晃动一下锅子，如果它能滑动，就代表定型了。我们大概煎3分钟，直到边缘变金黄。好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，翻面。哇，你们看这个颜色，这就是我们要的金砖色。这时候海苔面朝下，煎个30秒到1分钟就好。闻到海苔的香气就可以起锅了，不要煎太久哦，不然会苦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样子的纹路是不是更像鱼了呢？现在可以起锅了。利用锅内残留的油来做酱汁，番茄酱1汤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糖1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水60 cc， 把调味料炒匀。这些酱汁要煮到大滚，香气才会激发出来。一直不断的推动，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浓稠。这时候要等它大滚才可以起锅。现在有大滚了，关火起锅。就是试吃了，你们看这个皮已经黑得发亮了，吃吃看咯。今天做了一个用番茄酱和素蚝油做的酱汁，绵密的感觉，还可以咬到一点马铃薯的颗粒状。这一口完，你会先咬到海苔的这种鲜味，它会直接冒出来。然后里面呢才是那种薯泥，还有豆腐泥，而且薯泥呢又有颗粒感，很有口感，很好吃。因为我们煎出了这种焦香味啊，外面有一层焦焦的，很好吃。口感呢也非常绵密，真的是有一种在吃嫩煎鳕鱼的错觉。重点是完全没有塑料那种人工味啊，满满的都是马铃薯的还有豆香的味道。你可以直接沾胡椒盐，很像盐酥鸡，也可以淋上照烧酱，像我今天就淋上一个特制的番茄素蚝油酱。这道菜端上桌啊，不会有人拒绝你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今天的黑科技素鱼排成功啦！这证明了只要懂一点食材的特性，便宜的马铃薯也能变身高级的料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按赞追踪粉丝页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